俄乌这几天打的是真惨烈，每天都是针锋相对的袭击。俄军5天内向乌克兰发射了数量不少于500的导弹和无人机。与此同时，乌军也动用远程火箭弹、导弹、集束炸弹去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。泽连斯基甚至还表示要用金牛座导弹摧毁克里米亚大桥，要把今年冲突的中心放在克里米亚和黑海。导弹互殴、灭城大战拉开序幕。本期我们就分析一下双方所拥有的武器。俄军在入侵乌克兰行动中使用的多管火箭炮有很多，如122毫米口径、40根发射管的 BM-21冰雹，220毫米口径、16根发射管的 BM-27飓风，以及300毫米口径、12根发射管的 BM-30龙卷风等。且据俄罗斯网站7月5日的报道，在俄军所有袭击武器中，多管火箭炮是对乌军造成最大损失的武器。利用它们不同的口径和战斗用途，只需相互组合作战，就能产生巨大的威胁。同理，乌军亦是如此。俄军入侵袭击用的最常见火箭炮系统是 BM-21冰雹，最大射程20公里，凭借高效打击能力和2秒一发的射击速度，稳稳占据了如今火炮领域的一席之地，影响程度仅次于 AK-47。BM-21可携带不同类型火箭弹，其中以 9M22S 型履热弹最为独特。这种火箭弹内部装有大量的铝粉，一旦发射并击中目标，铝粉会在爆炸时迅速燃烧，产生高温的火焰和火球，具有极高的杀伤威力，可直接对军事设施、装甲车辆造成直接打击，即便躲藏在地下也能被有效清除。如今 BM-21正逐渐被俄军新一代火箭炮旋风季所取代，口径虽保持不变，仍为122毫米，但却对火控系统、自动制导、瞄准和导航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。不仅炮组人员可以在车厢内执行发射任务，而且最大射程提高至100公里。配备的新弹药弹头可搭配基数弹和对装甲车有奇效的聚能弹使用。在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期间，在乌克兰境内上就曾发现了其卫星制导火箭弹的残骸。乌军武器库里与 BM-21对应的武器是援助的122毫米40管 2M70 和227毫米12管 M270 火箭炮。前者在近期打击别尔哥罗德州的行动中可是出了大力气。 RM70 借鉴了苏联技术，在 BM-21的基础上改进而成，一轮能狂射40发炮弹，且为了满足持久火力输出，平常会多携带一套40发弹药，以供重新填装发射使用，耗时仅需30到36秒。其使用的弹药类型是和 BM-21一样的122毫米弹药，最大射程为20公里，40发齐射的火力覆盖区域可达3公顷。而且为了有合适的发射场地，它还在车体的前部配装了 BZT 型推土铲，方便随时清理出一片发射场地。2023年8月份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在脸书发布了一段影片，展示了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旅战士使用 RM70 进行动态作战的画面。乌军炮兵盛赞这是一台野兽般的机器。后者 M270 能分别选择搭载227毫米火箭弹和 MGM-140 战术导弹，在火箭弹领域其能够装载 M26 型火箭弹。这种火箭弹配置了 M77 型子母弹弹丸，战斗部内部装有644颗子弹药，具有较强的杀伤力。该弹射程32公里，增程型号射程42公里，1分钟齐射情况下杀伤面积达 2.5平方公里。M270 因此获得钢雨的称号。别看射程与 BM-21差不多，但其自动化程度却远超 BM-21。其后续升级型号 M270A1 在火箭弹领域扩大到了70公里， M270A2 的射程则达到了150公里，更别说它还能发射射程300公里的 MGM-140 战术导弹和499射程的新型精确打击导弹了。在俄乌战场上多次成功打击俄军后勤部队和补给线，为乌军掌握战场优势提供了巨大帮助。老版的 BM-27飓风火箭炮有效射程35公里，最大射程70公里，比 BM-21的射程有了相当大的提升。其16根发射管分3排，上排4个，中下排各6个，每根长5米，最大射速1秒1发，能发射爆破杀伤弹、化学弹、燃烧弹、布雷弹等多种火箭弹。不过该型号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，算是在对抗路的 OB 没啥差距，也就在后续型号上有了细微差距。
先说乌克兰，其在独立后其实一直在考虑未来火箭炮的发展，也就有了改进飓风火箭炮的想法，甚至以其为基础，成功研制了220毫米台风2火箭炮，可发射新研制的增程型火箭弹，射程超过了70公里。台风2采用捷克制造的泰托拉 T815型8轮载重越野车作为底盘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，台风2最终只完成1门样炮。火箭炮的改进，乌克兰最终还是以改进型的 BM-21 为主，研制出122毫米口径的台风1火箭弹。据悉，台风1火箭弹采用新型固体推进剂，配装 18.4 公斤破片杀伤战斗部，可使用 BM-21 冰雹多管火箭炮发射，射程可达40公里。而俄罗斯火箭炮的改进同样以改进型的 BM-21 为主。2009年，时任俄国防部长的谢尔久科夫和总参谋长马卡洛夫开启了激进军改，上来就是对集团军旅2级火炮编制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是要研制一款双模式火箭炮，能同时兼容220毫米和300毫米口径弹药，以取代 BM-21、BM-27 和 BM-30火箭炮。而这种新型火箭炮叫做飓风 1M。在其采用220毫米口径定向管模块时是旅属火箭炮，采用300毫米定向管模块时则是集团军属火箭炮。不过他俩高估了当时俄军的能力，俄军根本无法去量产这么一个性能超前的火箭炮，或者说是装备不起。时至今日，装备数量依旧是个位数，加上谢尔久科夫后来还因涉嫌贪腐被革职，俄军的炮兵改革直接成了笑话。即便后来绍伊古接任，也没能改变这一事实，而且还因给本土军工企业发饭票的做法，导致有技术的企业进不来，没技术的那新产品绑架军方，生产了一堆技术含量不高的武器，堪称垃圾。俄罗斯也变得更穷了，只能转向 BM-21 的改型旋风剂。所以不出意外的话，220毫米火箭炮很可能会在今后的发展中沦为更边缘化的角色。这场俄乌战争或许就是飓风火箭炮的谢幕之战，而作为 BM-21 发展型号的122毫米台风1和旋风剂火箭炮将成为俄乌两军未来的师旅级火箭炮的首选。当然，飓风改进型还是有国家成功列装的，比如白俄罗斯的飓风 M，或是哈萨克斯坦的奈扎火箭炮，前者在不考虑兼容战术导弹的情况下，飓风 M 甚至可以和海马斯媲美，后者则是以较低的成本达到飓风 1M 的设计目标。奈扎火箭炮实际上也是一种多模式火箭炮，具有122毫米、220毫米两种定向管模块，甚至有安装300毫米定向管模块的潜力，并在2011年的夏塔吉尔防务展上得到了样车技术验证。300毫米口径的 BM-30 是俄军威力最大的多管火箭炮，也是苏联为打击 M270 的研制的产品。相比 BM-27， 虽然口径增加不多，但精度上的巨大提高，使得龙卷风系统的打击威力大大增加。12枚火箭弹齐射，在射程最远端的杀伤面积为67公顷，6辆发射车的齐射威力就相当于以往2个旅的飓风火箭炮的打击效果。发射弹药类型包括有高爆弹、巨能反坦克弹、温压弹等。作战中在获得目标指示后，龙卷风的战斗准备时间为3分钟，齐射速率为38秒12发，开火后1分钟即可做好转移阵地的准备。最大射程在火箭弹换装新型火箭发动机后，射程从70公里提升至90公里，但它如今同样在被取代，取代者为旋风 S 火箭炮。旋风 S 是 BM-30 的深度改进版本，口径保持不变，仍为300毫米，但却拥有自动数字火控系统，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就优秀的射击精度，也可以让炮组人员在车内执行发射任务，号称原概率误差为5到10米，并可以对每发火箭弹指定单独的目标，非常适合打击敌纵队目标。其使用的格洛纳斯卫星制导火箭弹直接将最大射程提升至120公里，甚至在未来会增加到200公里。对此，乌军有什么应对措施呢？